欢迎来到奥特 lab， 我是卡路里。那提起坦克这个品牌呢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包罗万象。那首先他们的车型啊，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越野性能非常的强，但是呢，每一台车型的气质又形象各异。那例如坦克300呢，我觉得是这种美式的年轻感；那坦克500呢，是这种中式的大气豪华；到了坦克700身上呢，则是科技和豪华感的相结合。而在这当中啊，我觉得坦克400是个性最鲜明的那一个，因为它有着浓浓的机甲风。而在我身边这一台呢，就是全新的坦克400。那么就有人要问了，全新的坦克400新在哪里？首先从造型上来看呢，看前后杠都进行了调整。那前杠呢，这一次是增加了一个宽体的元素啊，看起来整个车更宽了一些。那以及呢，它下方这个保险杠造型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造型，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朴实，也更加有力量感了？我觉得也更加贴合它机甲风的一个元素。那好像一个型男一样，那它的上半身有没有调整呢？其实也是有的。例如它的车灯啊，虽然造型看起来没有变化，但功能性是有所提升的。它的远近光亮度都是有所提升，而且坦克400的车灯看起来非常具备仿生学的设计，仿的呢已经不是人了，而像是变形金刚里面擎天柱的眼睛，非常的深邃。那尽管在黑色的车身上不太明显，但是我相信心细的朋友已经发现了，这台车车底呢增加了激光雷达，侧面的翼子板呢也是增加了摄像头。没错啊，全新的坦克400呢也是有了智驾版。那以及呢，如果你觉得黑色的颜色对于你来说比较低调的话呢，恭喜你，这一次有了一个新选项，叫做敦煌紫。这个颜色啊非常的特别，就和坦克500上面的敦煌绿一样，同样取自于敦煌元素。那敦煌其实最早是没有紫色的，那这个紫色怎么来的呢？是从敦煌的红色壁画里面，红色的部分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化学的反应，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扑朔迷离的紫色。Nice。所以我觉得这回喜欢紫色的朋友可以把握住机会了。来到车尾呢，你会发觉啊，尾灯整个轮廓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里面呢，随着智驾功能的增加，是增加了一个智驾小蓝灯。那下方的保险杠呢，也是做到一个首尾呼应，宽体元素非常的明显啊。而到了备胎上，我觉得是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啊。我们知道老款的坦克400是一个环绕式的备胎罩啊，但是呢，在越野车上，说实话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在一定的越野场景里面取下来还是比较麻烦一点。所以这一次呢，简化了一些啊，看起来更加的有力量感了。有没有？全新坦克400的车内变化也不小啊。首先就是内饰配色，由之前这个红色、黑色啊，新增了一个越隐灰的颜色。主副驾全部都有着座椅的这个通风、加热以及按摩。那并且这一次其实车内的所有屏幕都有所升级。那中控屏呢，现在是15.6英寸的2.5K 屏幕啊。它不仅有着中控屏，后排呢也有着一个液晶电视，并且前后的屏幕啊，它们的这个显示效果和屏幕大小和这个细细的边框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中控屏和你的后排电视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以及呢，在我面前这一块12.3英寸的液晶仪表呢，现在也是2K。那并且它新增了一个功能啊，就是这个红外的感应。那它和全新的坦克500一样，是增加了一个红外的功能。因为这个功能呢，以往我们在一些欧式的豪华车上才可能见到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越野车上是相当实用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是在公路行驶还是在野外穿越的时候啊，它会针对行人和车辆都有一个识别。那在90米的距离呢，它可以识别到行人，然后给你进行一个这个标红标黄的一个处理。那在120米的距离呢，可以识别车辆，然后进行一个标蓝的处理。那其实，在野外和城市当中，我觉得都相当的实用。而且说实话，这都是老牌豪华车才有的东西。除了面前的屏幕啊，这一次就连上面这个小小的流媒体后视镜都做了升级。那这一块流媒体后视镜呢，现在可以显示车外60度角度的范围的这些内容啊，以往呢只能显示50度，也就代表着现在车后的视角呢，你可以看得更加的广阔，更加的远了。那以及上下的这个显示范围呢，也来到了12度。那并且不光是显示范围，这一次的亮度也是有所提升。它现在的显示亮度啊是3000尼特，什么概念呢？和一台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的亮度是一模一样的了。那以及这一次呢，90到140的赫兹呢，也做了无频闪的技术，整体来看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。作为一台硬派越野车啊，全新的坦克400呢，这一次除了有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的升级，
啊，以及呢激光雷达和这个 Coffee Pilot Ultra 的辅助驾驶系统的加入，那这一次也做到了内外兼修，看到没有 ？Hi4Z 的出现，也就意味着全新的坦克400呢有着4种动力系统，那 Hi4Z、Hi4T 以及柴油和汽油版本啊，选择已经是相当丰富了。所以全新的坦克400开起来究竟是种什么感觉呢？下次的动态试驾跟你详聊。